你有没有见过一只股票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从42美元一路涨到1339美元，整整翻了35倍？你是不是也曾经看着这样的股价曲线拍着大腿后悔，为什么自己当初没有早点发现？为什么自己总是错过这种能改变人生的投资机会？别着急，错过闪迪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错过5月14号即将登陆纳斯达克的这只 AI 超级黑马。很多人说它是下一个英伟达，甚至有人说它会在未来10年彻底颠覆整个 AI 算力市场。今天这个视频，我会把这家公司从技术到商业，从估值到风险，从上市首日可能的走势到你应该怎么操作，全部讲得明明白白。看完你会彻底搞懂为什么一家成立才10几年的公司能拿到 OpenAI 价值100亿美元的超级订单，为什么它敢直接叫板英伟达的 GPU 霸权，以及最重要的，这次 IPO 到底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暴富机会，还是一个精心包装的估值陷阱？如果你也想在 AI 时代抓住下一个10倍甚至100倍股，先点个赞收藏一下，不然后面讲到关键的财务数据和操作建议的时候，你可能真的找不回来了。对了，看到最后，我还会给大家准备一份独家的打新操作指南，里面有我整理的所有关键时间点和注意事项。说到这里，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是愿意赌一把这种高风险高收益的科技新股，还是宁愿错过所有可能的暴涨，也绝对不碰估值超过80倍的公司？可以把你的想法打在评论区，我会认真看每一条留言，遇到有代表性的问题，我会在后面的视频里专门解答。很多人可能还没听说过这家公司，它的名字叫 Cerebras Systems， 股票代码 CBRS。说实话，在半年前，我对它的印象也只是停留在那个做很大芯片的公司，直到 OpenAI 那笔100亿美元的订单公布，我才真正开始认真研究它，然后越研究越觉得这家公司可能真的不一样。你想想，现在整个 AI 芯片市场，英伟达一家就占了超过80%的份额，几乎是绝对的垄断。这么多年来，无数公司想挑战它的地位 ，AMD 试过，英特尔试过，还有一大堆创业公司，最后都失败了。为什么偏偏 Cerebras 能拿到 OpenAI 的超级大订单？为什么连山姆奥特曼都愿意为他站台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因为他走了一条和英伟达完全不同的路。我们先来说说英伟达的模式。英伟达的 GPU 本质上是把很多个小的计算核心集成在一块芯片上。当你需要处理大规模的 AI 计算任务的时候，就需要把成千上万块 GPU 连接在一起，组成一个巨大的集群。这就像什么呢？这就像你要打一场大仗，你召集了100万士兵，每个士兵都很能打。但是问题来了，这么多人怎么协调？怎么传递命令？怎么保证信息不会出错？你可能会说，用通信网络啊，没错，英伟达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做 NVLink，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通信问题。但是不管你把通信做得多好，只要数据需要在不同的芯片之间来回传输，就一定会有延迟。这个延迟在 AI 训练时代其实还能接受，因为训练是一个离线的过程，你可以花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的时间去训练一个模型，慢一点没关系，只要最后能出结果就行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 AI 正在从训练时代进入推理时代。什么是推理？就是你现在用 ChatGPT 聊天，你输入一个问题，它马上给你一个回答；你用 Midjourney 画图，你输入一个提示词，它几秒钟就给你生成一张图片。这些都是推理任务。推理任务最核心的要求是什么？是快，是延迟要低到人类几乎感觉不到。你想想，如果你问 ChatGPT 一个问题，它要等10秒钟才回复你，你还会用吗？如果自动驾驶汽车的 AI 系统遇到障碍物要等1秒钟才能做出反应，那会发生什么？这就是英伟达现在最大的痛点，它的 GPU 集群在处理大规模推理任务的时候，延迟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，因为数据要在成千上万块芯片之间跳来跳去，每跳一次就多一点延迟。而 Cerebras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简单到离谱，他说既然把很多小芯片连在一起会有延迟，那我为什么不直接做一整块巨大的芯片呢？对，你没听错， Cerebras 的 WSE-3 芯片就是一整块完整的晶圆。一般来说，一块标准的12英寸晶圆可以切割出几百个甚至上千个 GPU 芯片，而 Cerebras 直接把一整块晶圆做成了一个单一的芯片。这个芯片有多大？它有4万亿个晶体管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芯片，没有之一。这就相当于什么呢？别人都是用100万士兵去打仗，而 Cerebras 直接造了一个顶天立地的超级巨人。这个巨人一个人就能干100万士兵干的活，而且他不需要和任何人通信，所有的计算都在自己内部完成。你猜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？
延迟直接降低了几个数量级。我看到过一个测试数据，同样的推理任务 ，Cerebrus 的系统比英伟达最先进的 H100集群快了整整100倍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它的功耗只有英伟达集群的1/3，这就是为什么 OpenAI 愿意给它下100亿美元的订单。因为对于 OpenAI 来说，推理延迟就是它的生命线。现在 ChatGPT 已经有上亿的用户了，如果每个用户的请求都要等几秒钟，那用户体验会直接崩溃。而且你要知道，这100亿美元的订单不是一次性的，而是一直签到2028年。也就是说，未来4年 Cerebrus 每年都有稳定的几十亿美元的保底收入，这对于一家科技创业公司来说，简直就是开了挂。很多公司上市的时候连一个稳定的大客户都没有，而 Cerebrus 直接拿到了行业老大的4年长约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说，听起来很厉害啊，那它的商业逻辑是什么？总不能一直靠卖芯片吧？问得好，这也是我觉得 Cerebrus 比很多其他 AI 芯片公司聪明的地方。它没有只做硬件销售，而是搭建了一个非常稳固的3层商业护城河。第一层也是目前最主要的收入来源，就是超算系统的销售。它的 CS-3 超级计算机每一台的售价都在几百万美元以上，而且因为它的技术独一无二，所以毛利率非常高，超过了60%。你想想，60%以上的毛利率，这在硬件行业是什么概念？很多传统的硬件公司毛利率能有20%就不错了。就算是英伟达，它的毛利率也才刚刚超过70%，所以 Cerebrus 的盈利能力其实已经非常接近英伟达了。第二层是云端算力服务 ，Cerebrus 自己搭建了云平台，叫 Cerebrus Cloud。那些买不起几百万美元超级计算机的中小企业，可以按小时租用它的算力，这就大大降低了用户的门槛。以前只有谷歌、微软、OpenAI 这种大公司才能用得起的超级算力，现在一个10几个人的创业公司也能花几百美元用几个小时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云服务是 recurring revenue， 也就是 recurring revenue。只要用户开始用你的服务，只要你的服务足够好，他们就会一直用下去，每个月都会给你交钱。这比一次性卖硬件的商业模式要健康得多。第三层是大客户专属算力部署，就是像 OpenAI 这种超级大客户 ，Cerebrus 会专门为他们搭建定制化的超算中心，提供长期的运维和技术支持服务。这种服务的合同期限一般都很长，而且金额巨大。就像这次 OpenAI 的100亿美元订单，很大一部分就是这种专属部署服务。你看，这3层业务加起来，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收入结构。硬件销售带来高毛利的一次性收入，云服务带来稳定的 recurring revenue， 大客户专属服务带来长期的大额现金流。而且这3层业务是互相促进的，大客户用了你的专属部署觉得好，就会推荐给其他公司，中小企业用了你的云服务，长大了之后就会变成你的硬件客户。这就是 Cerebrus 的商业护城河，它不是只靠一个技术壁垒，而是靠技术、产品、服务3位一体的综合优势。现在我们来聊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，这次 IPO 它的估值到底贵不贵？根据目前公布的信息 ，Cerebrus 的发行价区间是115到125美元，对应的估值大约是256亿美元。2025年它的预计营收是5.1亿美元，同比增长75.9%。那我们来算一下，它的 PS 也就是市销率是多少？256亿除以5.1亿，大约是88倍。88倍的 PS， 这个数字一出来，很多人都炸锅了。有人说这也太贵了吧？英伟达现在的 PS 才多少？才20多倍。你一个营收才5亿美元的公司，估值竟然是英伟达的4倍，这不是泡沫是什么？也有人说一点都不贵，你要看它的增长速度，要看它的未来潜力。英伟达在2016年的时候 PS 也超过了50倍，现在回头看，那时候简直是白菜价。那到底谁说的对？88倍的 PS 到底是贵了还是便宜了？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简单的用一个数字来回答，我们要搞清楚市场到底在给什么东西定价。很多人看科技公司的估值，只看现在的营收和利润，这是非常错误的。尤其是对于这种处于行业爆发初期的公司，市场买的从来都不是它现在的价值，而是它未来的可能性。那 Cerebrus 未来的可能性是什么？首先，它有 OpenAI 的100亿美元保底订单，我们就算一下，这100亿美元平均到未来4年，每年就是25亿美元。也就是说，从明年开始，它的营收至少会翻5倍，而且这只是 OpenAI 一家的订单。除了 OpenAI 之外，还有谷歌、微软、Meta
还有全世界所有的大科技公司，他们都需要 AI 算力，都需要解决推理延迟的问题。你想想，如果未来5年 Cerebras 能拿到全球 AI 推理市场10%的份额，那它的营收会是多少？那时候它的估值又会是多少？其次，市场买的是它的技术稀缺性。现在全世界能做晶圆级芯片的公司只有 Cerebras 一家，没有第二家。英伟达做不出来吗？ AMD 做不出来吗？英特尔做不出来吗？不是他们做不出来，是他们的路径依赖太严重了。英伟达的整个商业模式都是建立在多芯片集群之上的。如果他也去做晶圆级芯片，那他自己的 GPU 业务就会被颠覆，这就是创新者的窘境。大公司永远很难自己颠覆自己，所以在未来至少3到5年内 Cerebras 在晶圆级芯片这个赛道几乎没有竞争对手，这种技术上的绝对稀缺性是支撑它高估值最重要的基础。当然，我不是说88倍的 PS 就一点都不贵，它确实不便宜，它的估值里已经包含了很多对未来的乐观预期。如果未来它的增长速度达不到市场的预期，那估值就会有回调的风险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在资本市场上从来都没有绝对的便宜和绝对的贵，只有风险和收益的匹配，高收益永远伴随着高风险。如果你想找一个估值便宜、没有风险的投资，那你应该去买国债，而不是来买科技新股。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最硬核的预测，5月14号上市当天 Cerebras 的股价到底会怎么走？我把所有的可能性分成了3种场景，分别给了不同的概率。第一种，乐观场景，概率30%。在这种场景下，市场情绪非常高涨， AI 板块整体走强，再加上 OpenAI 背书的光环效应以及晶圆级芯片的稀缺性，会吸引大量的投机资金涌入。上市首日，股价可能会直接高开100%，也就是涨到230到250美元左右，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继续被炒作，甚至可能冲到300美元以上。这种情况在美股新股里其实很常见，尤其是那种有热门概念、有明星资本背书的公司，上市首日翻倍甚至翻几倍都不是什么新鲜事。第二种，中性场景，概率50%，这也是我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。在这种场景下，市场情绪比较理性，大家都知道这家公司很厉害，但是也知道它的估值已经不便宜了，所以不会出现那种疯狂的炒作，但是也不会破发。上市首日，股价可能会高开20%到50%，也就是在140到180美元之间波动，然后在接下来的1-2个月里横盘整理，消化估值，等到下一份财报公布，如果营收增长符合预期，再继续往上走。第三种，悲观场景，概率20%。在这种场景下，整个美股市场出现大幅回调，或者 AI 板块出现集体杀跌，再加上有一些空头机构出来做空，质疑它的高估值，上市首日股价可能会平开甚至低开，最坏的情况可能会跌破发行价。但是我觉得即使出现这种情况，下跌的空间也不会太大，因为有 OpenAI 的100亿美元订单托底，它的基本面是非常扎实的，就算短期股价下跌，长期来看也一定会涨回来。讲到这里，我必须给大家一个非常严肃的风险提示，不管你多么看好这家公司，不管你觉得它未来会涨多少倍，绝对不要一把梭哈，绝对不要把你所有的钱都投到一只股票上。尤其是这种高估值的科技新股，资本市场永远是不确定的，没有人能100%准确的预测股价的走势，哪怕你有99%的把握，那剩下的1%的风险也可能会让你亏得血本无归。我建议大家，如果你想参与这次打新，最多拿出你投资组合的5%到10%的资金，就算这部分钱全部亏光了，也不会影响你的正常生活。永远记住，在投资里活下来永远是第一位的，只有活下来，你才有机会抓住下一个机会。很多人可能会问，那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买，什么时候卖？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标准答案，因为每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不一样，投资周期也不一样。如果你是一个长期投资者，你相信 AI 推理时代会到来，你相信 Cerebras 的技术会颠覆整个行业，那你可以在上市之后分批建仓，长期持有，不要在意短期的股价波动。如果你是一个短线交易者，你只是想赚上市首日的差价，那我建议你在上市之前就设定好止盈和止损点，到了你的目标价位就果断卖出，不要贪心，千万不要本来想做短线，结果被套了之后又改成做长线，这是很多散户最容易犯的错误。还有一点非常重要，就是不要追高，尤其是在上市首日，如果股价已经涨了超过100%，那就不要再进去接盘了。这个时候进去，风险远远大于收益。
你要知道，新股上市的前几天，股价波动是非常剧烈的，可能前1分钟还在涨，后1分钟就开始暴跌。很多人就是因为追高，结果被套在了山顶上，好几年都解不了套。其实我觉得，对于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来说，最好的策略可能是先观望，等上市之后，股价稳定下来，估值消化的差不多了，再考虑要不要买入。错过一次机会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为了抓住一次不确定的机会，把自己的本金都亏掉了。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 ，Cerberus 到底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英伟达？我觉得现在下结论还太早。英伟达的成功不仅仅是技术的成功，更是生态的成功。他花了10几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非常完善的 CUDA 生态系统，全世界几乎所有的 AI 开发者都在使用它的工具。Cerberus 现在技术确实很领先，但是它的生态还非常薄弱。它能不能建立起自己的生态，能不能吸引足够多的开发者，这才是决定它未来能不能真正挑战英伟达的关键。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， AI 算力的战争才刚刚开始。过去10年是 AI 训练的10年，是英伟达的10年，未来10年会是 AI 推理的10年。而推理时代的规则和训练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在一个新的时代里，总会有新的王者出现。这个王者可能是 Cerebras， 也可能是其他我们现在还没听说过的公司。但是不管最后谁赢，有一件事是不会变的，那些能够提前看到趋势，并且敢于在别人都还怀疑的时候下注的人，一定会获得最丰厚的回报。当然，这也意味着他们要承担最大的风险。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。如果你也想在 AI 时代分一杯羹，如果你也想抓住下一个改变人生的投资机会，订阅我的频道。后面我会继续跟踪 Cerberus 的最新动态，也会给大家分析更多有潜力的 AI 公司。最后必须跟大家说清楚，今天所有内容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投资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。任何涉及到钱的决定，一定要自己做判断，或者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。